哎，到点了，9点半了。Hello，大家晚上好呀！大家晚上好呀！咱们开始的时候还是老规矩啊，还是测音，测试一下这个声音的大小，还有没有回音之类的。好像已经有好多次连续没有回音了呀。我后面只有小可乐，小可乐在后面睡觉呢，看一下的。你看到？哟，我擦，这个眼睛，小可乐，小可乐，小可乐，哇，他这个眼睛闪闪发光。来喽，大家晚上好呀，晚上好。咱们今天的晚上的第一个故事啊，和校园有关，和学校有关，然后大家也都开学了，是吧？听说是都开学了。今天是周六，昨天周五。昨天周五的话，鬼叔把我妹送到了学校啊。他们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同一天报到，在这个杭州这边下沙那边下沙大学城那边。然后我昨天昨天一早吧把她送过去，然后办理的那个研究生的入学的一些准备工作，还有给她做了什么宿舍的一个报道什么的，然后帮她搬东西，还有什么床被什么3件套呀，就学生宿舍的那一套东西买齐了，然后搬上去，还和他一起取了快递什么的。然后取完快递应该是已经到了下午4点，然后后面就他自己整理宿舍了。对，然后他们宿舍的话，据他讲是3个北方妹子啊，一个浙江本省的妹子，就他们的研究生宿舍里，一个山东的女孩，然后我妹呢是内蒙的，还有一个是东北的女孩。就是说，纯北方的话有他们3个女生。哎，这个是不？这个直播间现在是不是更新了？它这个新版本我都看不太懂了。新版本还有点赞吗？啊，有点赞，是在右上角，差点没看清。那咱们今晚的第一个故事啊，校园怪谈第一个故事呢，在点赞2万的时候正式开始，好吧？等到点赞2万的时候，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先测音，我忘了这回事儿了。大家听一下，看有没有声音，对吧？这个人声说话的声音大小合不合适 ，O 不 OK？ 没有回音吧？应该没有回音。行，那鬼叔现在把背景音乐打开啊。哎，不对啊，背景音乐应该开着的呀。哎，背景音乐是卡了吗？怎么不动？啊，行，我打开了。大家听一下那个背景音乐有没有声音啊？听一下背景音乐。弹幕里说，鬼叔看着年轻啊，我妹都已经研究生了，我还年轻吗？那小可乐这个，在这个光线下感觉有点奇怪。你看我叫他，小可乐，来和直播间的粉丝打个招呼。小可乐，对，看这边。他刚才是屁股朝向我们的，但现在他很配合，知道我们直播故事马上要开始了，他又把头转过来了。弹幕里说鬼叔看着好年轻，还有人说奔3了，发了问号，已经是30多了，不只是奔3了。咱们这个节目啊，再做8年我就奔4了。对，现在是30多了。看一下咱们的点赞，房间的点赞到2万，我们开始今晚第一个故事啊。昨天说到这个学校的怪谈啊，昨天带我妹去报道的时候，我感觉昨天还是蛮热的，挺热的一天，还挺晒的。
家说一下啊，鬼叔准备下个星期那个我们的会员专属影片，本周的是40分钟，是在明天就周日晚上更新。然后呢，下周筹备了一期动漫怪谈系列，啊，就是我们节目非常经典的动漫怪谈系列。下周准备会有一期在周末的时候，周5、6差不多的样子吧。对，还是8年前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好的，大家点点赞，我们点赞已经到了13000了，到2万的话，我们开始今天第一个校园怪谈的故事了。弹幕里说鬼叔19，因为我18。好呀好呀。弹幕里说鬼叔啊，背景音声音太大了，我再调低一点啊。哎，好了，鬼叔把背景音调低了，大家听一下。我们的背景音和人声对比，一定要让人声更凸显，然后背景音就是辅助，有一点点氛围就行了。大家听一下背景音调的 O 不 OK？ 因为点赞我看了一下到2万了，可以开始讲了。大家听一下背景音乐啊，听一下背景音乐 O 不 OK？大家说弹幕里说的话啊，这个弹幕还挺快的，赶紧往下拉一拉。赶紧，哎，行，大家是说 OK 了是吧？因为的话，背景音的它是直接被那个后台录入声音的，但是鬼叔的人声的话是对这个麦克风有远近，那我就像现在。可能离得远一点，所以可能凸显我人声小了。那我现在把背景音放低，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大家听来是 OK 的，是吧？行，那咱们就开始今晚的故事啊。还有弹幕问鬼叔是哪里的？鬼叔是内蒙的呀，内蒙古呼和浩特。来吧，今晚的第一个故事和校园有关啊，和校园有关。开始。今晚第一个故事和校园有关。哎，弹幕里还说背景音太大了，背景音不是调了吗？还大吗？先把这个背景跟大家都协调一下，还觉得大是吧？背景音，那我再调一下，一定要背景音要小一点，我调到6%，我怕你们听不见呀。来，大家听一下背景音，我又调了一下，调到6了。现在嘞，我已经调完了。现在大家再反馈一下这个大小，背景音的大小。对，如果是人声音忽大忽小，可能是因为我在乱动。那么我尽量讲的时候，讲故事的时候，尽量是保持一个距离吧。好的，来开始咱们今晚第一个故事啊！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抠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好了，咱们今晚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校园怪谈。楼主说，我的学校啊建在一座大墓之上，那是我读大一时候遇到的事情。楼主说，他们那个学校呢，还曾经被某个学弟写进了盗墓小说里，是具体的哪个小说呢？楼主就不特别的注明了。楼主说，他们是这个学校第一批就读的学生，学校的空间大，人少，加上地段不太好，所以阴气呢就比较重。在军训的时候呢，也听教官们说了不少的故事。楼主呢还清晰的记得。那天是初秋的晚上，天气还不错。天黑以后呢，
楼主和一个关系很不错的男生到了后操场散步。操场是特别的大，就是天一黑呢，显得特别的阴森，学生们很少回去。当然，除了谈恋爱和类似楼主这种被人拉出来当知心姐姐的人，楼主大概的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方位。当时呢，楼主和朋友坐在靠近台的第3层石阶上，正在聊着天。很远的地方呢是食堂，不过已经关灯了。在更远的地方就是宿舍楼，有着或明或暗的灯光在隐隐闪烁着。记得当时呢，楼主看了一下表，大概是晚上的9点多左右。他们坐的位置呢是非常的黑，对面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人脸而已。突然，楼主他们同时看到了对方的脸，清晰到什么程度呢？就想象一下中午时分你在镜子里能看到的清晰程度就对了。那是一束飞快就消失的白光带来的效果，持续了大概不到10秒钟就消失了，周围再次的陷入了最初的黑暗。楼主和朋友当时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的离开了操场。事后，楼主他们讨论起来这晚上的这个事情，都觉得那束光来得特别的奇怪，因为除了他们坐的位置，周围依旧是黑暗一片，不可能有如此强烈的灯光能照射过来，也不可能是空中过路的飞机的灯光。一晃很多年过去了，楼主真的很怀疑，那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 UFO 路过此地呢？而接下来这几个故事也都发生在楼主的大学里。第一个是关于迷雾中的古战场。这个故事啊，是楼主的教官说的。严格说呢，不能算是故事，因为是他们亲眼所见。教官他们的部队驻扎在学校所在的小城里，每天早上呢都要出早操，路线基本上是营地、废弃公园、学校所在的门前大路。当然了，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学校呢还不存在，那里是一所当地的职业中专。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在了废弃公园附近。靠近公园往学校走呢是一座石桥，往营地走要路过一片荒废了很久的草地。每到早晨有雾气的时候，教官们路过那里，就经常会看到在朦胧的雾气里，隐约地出现了古代的房屋和人群，似乎是一个古战场一样的非常混乱。整个的景象能维持1分多钟，之后就突然的消失不见了。新兵呢最初都非常的害怕，可时间久了也就看习惯了。教官说，听家在当地的老兵说，这个城市曾经是古代的都城，而那个地方老人们都说是当初的古战场。好的，咱们学校怪谈的第一个小节就讲到这里啊，中间聊聊天，喝个水，休息个几分钟，然后开始这个故事的其他部分啊，第2小节。休息1-2分钟。哎，看看刷刷弹幕，大家都在说什么？大家说真的助眠呀，哆哆嗦嗦的感觉，还有说是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鬼叔出镜是吧？我想想后面的视频的话，鬼叔还是偶尔做几期出镜视频啊，偶尔做一下可以，就是因为视频里面不出镜习惯了。还有弹幕问说这是直播吗？这肯定是直播呀，这是直播。还有山下小野说啊，刚进来，刚才说了什么故事？咱们第1个章节的故事是关于学校，那第1小节学校的故事讲了1个小节，后面还有新的学校的故事，还是同一个楼主啊。然后喝点水，咱们就继续，1-2分钟咱们就继续。弹幕里说你们都准备睡了，我才刚开始吃饭，这个我也饿了呀。弹幕里说我也好困，听了故事就困了。
还有说我没准备睡呢，在等飞机。哦，你在等飞机是吧？你在郑州是吧？今晚在绿泡泡上给鬼叔投稿来着。还有弹幕里说，一直以为鬼叔很老，结果这么年轻。我知道了，你根据声音的低沉，然后判断鬼叔应该是没有七老八十，但是应该50了是吧？判断我应该50了，40、50，没想到我才是30多。哎，弹幕里说，箱子里面那坨黑的是什么？那坨黑的是小可乐啊，那是小可乐呀，是小猫咪。来，我给你叫一下它，是不是一坨是它的头啊？小可乐，小可乐，乐乐，睡着了。他这听故事睡得比你们还要快。小可乐，嗨，小可乐，小可乐，嗨，哎，活过来了，小可乐。梦中惊坐起，小可乐。哎呀，弹幕里说，每次睡觉都要听鬼叔的音频，不然睡不着。那咱们这真的是催眠节目了，睡眠节目。还有是边看边做作业的，你确定这样做作业不会写错是吗？哇，还有小伙伴说还没下班呢，你们都准备睡了。没关系啊，这个还没下班，鬼叔也陪着大家一起加个班是吧？加个班。来，哎，考研休息区，挺好挺好。也希望直播间里今后打算考研的，还有在备考研的，还有考公小伙伴们都顺利的上岸啊，都顺利的上岸。鬼妹已经顺利上岸了，她前几周还来直播间出了个镜，对吧？跟大家说了一下她考研心得，然后昨天我已经送她到学校了。来，还有弹幕说小徐听到现在，咱们今晚直播间的氛围不错。还有弹幕说鬼叔啊，一直以为咱们视频的声音是 AI 来着，不是啊，可能后面的视频偶尔的话，每个月偶尔可能要出一期出镜视频啊，不然还真有小伙伴没看过真人，因为过去8年当初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都这么一直做过来的，然后可能近1-2年吧，就去年和今年开始多了好多的 AI 配音啊等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哈，觉得是不是 AI 的呀什么的。来，我看看大家还有说什么的呀？还有10分钟我就要排队了哦。小猫又睡着了。弹幕里说鬼叔啊，你的头像的沧桑的风格与你本人不符啊。可能是我有一颗比较沧桑的心吧，我觉得我的心是沧桑的，真的是沧桑的，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可能直播间说不出来，是挺沧桑的。来，咱们弹幕里还有小伙伴说鬼叔的付费专辑都拿下了，狠狠的支持。对，感谢咱们支持会员专属视频的小伙伴啊，非常感谢，因为之前也出过视频专门说过这个事情，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激励被砍得太厉害。虽然体量这么大，但是你接不到广告的话，我们做了8年的节目，也不能说毁于一旦，是吧？所以硬着头皮，对吧？虽然我想永久的给大家免费的去讲，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所以只能说出此下策，合着平台出了这个会员专属视频。但是我也有想着各种的方式去弥补，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免费的更新不会减少，反而去增多，对吧？反而去把时长也拉长，反而呢去更新更多的免费的视频，因为会员视频1周就是1个嘛，基本上是。包括咱们之后的话也会给会员和所有的粉丝朋友去多做一些抽奖啊、送书啊的活动，还有咱们其实直播间建立的初衷也是因为回馈这些真金白银的小伙伴，对吧？支持了我们的会员视频，能够让咱们的节目整体的这个节目能够维持下来，对。所以
不管是付费的会员的小伙伴们啊，还是说平时就经常看咱们节目的这个三连的小伙伴，其实我觉得三连啊、点赞等等所有的这些方式，都是对我们的节目支持，都是对鬼叔的爱，所以我都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对，所以我觉得直播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感谢所有的观众啊、听众啊、粉丝的。来，咱们继续接第2小节的校园怪谈啊。先刷一下，来，好，小伙伴有一个小伙伴登机了，是好的。这个登机的小伙伴一路平安啊，一路平安。我们开始校园怪谈的第2节啊，还是上文衔接上文的同一个楼主啊。他说呢，这是另一个教官给军训的大伙讲的故事。前面楼主说了，他们早操呢是要经过废弃公园和一座石桥，这桥下呢是河，现在的公园变成了楼主他们的新校园，河呢也滑到了校园里。教官说呢，他从当新兵开始，老兵就会告诉他们，跑到桥上的时候呢，不能往这桥下的河里去看。连做锻炼的时候啊，都只是把脚放在桥上，脸朝向大陆的。这新兵啊，当时都非常的好奇，想知道为什么。这老兵就说，那河里啊有水鬼，经常有人呢莫名其妙就掉下去，不深的河水呢就能把人淹死。教官呢说了很多，但是他说他是不相信的。有天早上呢，他就偷偷的往这个河里看，结果差点被吓死，因为他看见在河边呢有一个人影在飘动。他注意到那个人影只有上半身，而且是飘在河面上的。这个故事呢，楼主他们那一届有不少人都是知道的。在走过桥的时候，大家都很默契的不看桥下，非看不可的时候呢，目光也一定是看向远方的。来，那咱们接下来到楼主的第3个小故事啊。随着学校的发展，学校旁边那个废弃了很久的公园呢，就被市里规划到了楼主的大学。但当时校方呢没有那么大的财力物力来整修，所以呢有那么几年呢，这个公园也就被丢在那儿。学校的学生们在饭后或者是空闲的时候啊，就喜欢到那里去走一走、散散步。但有几个地方，学生们是万万不会去的，比如是河边，再比如是靠近河边的那个山坡下的一个废弃的屋子。通常楼主和室友呢都会沿着大门右边的小道，一直走上公园最高处的凉亭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原路返回。这个凉亭呢非常的大众普通的样子，唯一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在亭子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八卦图，正对着亭子里一口荒废了的井。据当地的人讲，这个山坡呢是一个大墓，就是墓地。八卦呢是为了镇住这里的孤魂野鬼，没了这个八卦就肯定是要出乱子的。还是那个见过鬼的教官说的，他说这个亭子啊他们也来过，不过都是白天才敢来玩，一到了晚上是没人上来的，因为在那里你会听到一个听不出男女的人的在叹息的声音，一生一息，非常哀怨的样子。再说到学校的投资方啊，这个投资方呢是一个美籍华人，他呢是不太相信这个，拿出来的新校园设计图上呢就把这个亭子用希腊式的小教堂给取代了，直接给换了一个信仰，是吧？不过呢，这个方案被学生还有很多的家长反对，结果这个亭子就一直保留到现在。在那个已经重建一新的欧式风格的校园里，显得十分的突兀。重建的时候呢，
忘了说了，文物局的人也来了，在亭子的下面的土丘里，还真就发现了一座公主墓。不过时间久了，这东西啊也被人倒得差不多了。好的，咱们第3节的一个小故事就讲完了，接下来呢是第4个小故事啊。哎，正好可以喝口水啊，喝口水。喝口水，咱们读读弹幕，也欢迎新进来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咱们直播的时间是每周六晚上的9点半，每周六晚上的9点半。哎，我看一下他是不是睡着了？没睡着。小可乐，看镜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鬼叔身后的这一坨黑黑的东西啊，这一坨黑，它叫小可乐。对，它叫小可乐。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叫煤气罐罐。他听到煤气罐罐应该不会生气啊，应该是不会生气啊。来，咱们看看大伙儿的这个弹幕，然后接下来就顺着讲《校园怪谈》的第4个小节。来，小可乐是挺可爱的。小可乐，你叫他的时候，他耳朵会动啊，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小可乐带气嘛。小可乐肯定带气啊，可乐也带气，煤气罐罐也带气，都有气。来，咱们开始第4节啊！欢迎新进来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然后鬼叔的直播时间是每周六晚上的9点半。我们现在呢，开始《校园怪谈》的第4个章节的小故事啊，它可能篇幅相较于上2个教官讲的故事会稍微的长一点点啊，一丢丢。来，这个故事是关于男生寝室的唱戏声。这个呢是一个男生的亲身经历。本来因为学生少啊，加上是美式教育，所以在男女寝室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有的家长呢看别的看起来啊觉得很别扭，就跑到了教育局去抗议。到底呢是最后把寝室中间筑起了一道墙。故事呢就发生在男女寝室隔开之后。楼主呢先介绍一下男生寝室的布局。这个寝室楼呢是3角形的，互相连接，有门可以互通。原本是上文楼主说过的职业中专的宿舍楼，后来呢中专的学校他们搬走了，3角楼就空了一边。而楼主他们呢，男女各占一边。女生楼和空了的半边是没有路可以通的，而男生2楼的走廊尽头有一道门，常年是锁着的。门的那边是长长的楼梯，过去以后就是空楼。那个男生呢，住在靠近尽头的一个房间，晚上打游戏到很晚才准备洗澡睡觉。结果呢，这澡啊冲到一半，这打肥皂的空档，他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了一个女人唱戏的声音，而且呢是京剧，慢悠悠的，时有时无，在夜深人静的半夜里显得非常的诡异。他觉得奇怪，就赶紧的洗完出来，叫了另一个男生出门一起看。2个人蹑手蹑脚打开门，左右张望，只有楼梯的灯亮着，没有人。仔细听了听，声音是从锁着的门那边传来的。走过去看以后，发现那边整个楼都是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儿的声音，只有唱戏的声音时有时无的传来。2个人呢吓出了一身冷汗，就赶紧的跑回房间去了。在第2天早上告诉了别的男生，大家呢也都不相信啊。后来呢又陆续有人听到了这个事儿，才信了，说那个空楼啊真的是有点脏的。好的，咱们校园怪谈的楼主说的第4个小章节的故事讲完了，后面他还有第5个小章节的故事啊。第5个我们也是休息片刻就开讲。
喝点水，休息一下。我看弹幕说，我去，说是活的鬼叔。好，好，好，我永远活在你的心里啊。还有弹幕说，鬼叔今天打联盟领宝箱，领到一个太空律动。今天英雄联盟给宝箱呢，我不知道哎。还有这事儿，还有这种好事。然后开太空律动的也挺好的呀，这个皮肤。太空律动应该是近几年的系列吧，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的系列，我不知道哎。不过呢，我已经好久不在联盟上面花钱了，反正是腾讯不要想赚到我的1毛钱，是吧？对，最近今年游戏唯一花钱的地方就是黑神话悟空，然后因为比较忙嘛，所以现在就打到了第4章节。来看看大家觉得，大家弹幕里说这个鬼叔玩英雄联盟吗？玩呀，必须玩。这个游戏在12年，对吧？刚出时候就在玩了，12、13年，玩了十来年了都，比鬼叔做视频、音频时间都要早。咱们的短视频，我们短视频《鬼叔怪谈》已经做了8年了。然后看一下弹幕里说，鬼叔啊，我可是你的老粉。还有小伙伴说，我觉得昆曲那种咿呀的感觉更吓人，就是他那种唱腔是吧，悠远，对，可以直接触及到你的灵魂。来，咱们欢迎新进来鬼叔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大家晚上好。我们直播的时间是每周六晚上的9点半啊，每周六晚上的9点半。今天预估是讲到10点半，对，预估是10点半，有可能会超一点，说不定啊。还有弹幕里问说，鬼叔啊，不考虑直播打游戏吗？咱们术业有专攻啊，鬼叔打游戏的话，你说有点不苟言笑，对吧？另外的话，打恐怖游戏也吓不到我，所以，不是非常的有这种的话题，有噱头，不是很出效果。对，如果说打游戏啊，打恐怖惊悚游戏，能把我吓得一惊一乍，那可能大家就观众朋友、粉丝会觉得这个有效果。但是我去也经常玩的，感觉吓不到自己，可能是做咱们这档节目做太久了，有点免疫了。对，另外上次我说给大家推荐那恐怖片，然后我这周直播前我又忘了。下周我再给大家提前准备一下，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聊一聊这个2020年前的恐怖片吧，就往2020年前横推40年，好的恐怖片和大家可以聊一聊，就插播在故事当中，就比如说讲完一个故事了，那聊天读弹幕的时候，和大家推荐几部恐怖片聊一聊，这样。来看看弹幕啊，弹幕里说，鬼叔啊，什么时候玩怪谈诡异游戏？游戏暂时不玩了。还有啊，说从大学之后就开始关注了鬼叔，已经过去了6、7年，6、7年那就是老粉啊，因为我们整个节目是8年嘛。对，17、18年关注是究极老粉了，因为在互联网上。叫网红也好，叫博主啊，叫 UP 主也好，其实大家的生命周期普遍都就2、3年嘛，对吧？2、3年，这个过不过气对于我而言都没关系，流不流量对于我而言也没关系，毕竟我们做这么久了，能跟大家有过共处的一段时间，我就蛮开心的。来，咱们，哎，弹幕说水杯有链接吗？开始直播带货了是吧？鬼故事的镜头也是直播带货是吗？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看大家的弹幕说，鬼说我16年下半年关注了，算不算老粉？16年下半年，那你就是究极老粉，是老粉。咱们这个8年的灵异短视频是真的挺早。来吧。开始我们的第5小节的校园怪谈，用过的都说好。小可乐，他怎么
下巴搭在这上面听故事的。你这么慵懒，哎，好了，我把他一键唤醒，我把小可乐一键唤醒了，让他陪着大家听哈。好了，开始我们第5个章节的故事啊，同样是校园怪谈里的。这个故事呢，关于找不到房间的红衣女鬼。第一个说起这个故事的人啊，是个住在女生楼底层的老太太。在上面的楼主的故事当中说过了，原本呢，男女生住在同一个楼里，在大2开始的时候啊，职业中专剩下的学生也迁走了，在以后啊，女生就搬到了另一个楼里，和新来的女生住在同一栋。即便是这样，也有不少的房间还是空着的。这女生楼的位置非常的不好，位于人工砌起的高台之上，左边的是整修好的草坪和长廊，右边则有一个老式的公共厕所。从2楼望过去，可以看到篮球场以及远处的操场。这楼后面的一墙之隔就是废弃的公园。好了，这基本是一个方位的大致分布啊。这个基本情况说完以后呢，故事也就是从这个女生楼开始的。话说那时候学生呢集中住在2到4楼，这1楼的空房非常之多，只住了管理员以及负责卫生的校工，还有就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的老太太。5楼住的是年轻的老师，也就是3、4个人而已。这老太太呢，每天都会到食堂打饭，然后呢就回到自己在1楼的房间，很少和楼主他们这些学生打交道。不过呢，日久生情啊，这日子久了，多少大家也都认识了。这个老太太说自己是上海人，还是宋美龄的女校学妹，这是她的一个基本情况，老太太的基本情况。这老太太呢，给楼主他们讲了这个红衣女鬼的故事，说是有一阵子啊，学生都还没返校，这楼里非常的空。晚上呢，老太太看完电视啊，就早早的休息了。这半夜听到有人在敲门，开门一看，是个穿着红裙子的长发女孩站在门口，低着头呢也不说话。此时的楼道里非常的暗，她呢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站着。这老太太问她找谁啊？她呢也不说话，也不抬头。看她总不回答，老太太呢只好把门给关上了，心想是不是哪个学生睡迷糊了，找错门呢？这又一想，不对啊，学生都还没返校呢，赶紧的又开门来看。可就这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门外已经没人了。老太太讲呢，她当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第2天晚上又是半夜，还是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呢，还是那个红裙子的女生，她依旧低着头不说话。老太太吓得赶紧把门给关上。过了几分钟再打开，这门外依旧是没有人影。连续好几个晚上都是同一个时间，直到楼主他们返校以后，红裙子的女生还是时不时的出现在1楼，悄无声息的敲着其中的几个房间，然后不知去向。老太太说，她向老乡打听过这个楼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怪事啊？有个老乡就说，以前这边荒凉，就这么一个学校。话说当年的这楼里还死过一个女生，死因不明。再后来就听说了这个女生会偶尔的出现，不过她并不伤人，她只是不断的敲门。也许她还在怀念自己的寝室，希望能找到原来的朋友们吧。晚上好呀，各位朋友们。好的，这个学校怪谈的第5个小节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完了。我们休息片刻啊，开始讲第6个怪谈。这个学校里的故事还真是多啊，这个楼主，对吧？收集了他们学校里这么多的故事啊，还是挺不容易的。
我想了想，我当年的初中好像忙于学习啊，没怎么听到这些故事。高中的话也没有啊，但是大学的话有啊，因为大学的话会有一些恶性事件，就是可能一些犯罪事件啊，通过一些犯罪事件以后，可能或者一些自我了断的事件，然后某个女生的寝室啊就被封存了嘛，就是不允许住人了嘛。结果没想到过了1年，这个事件过去以后，总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生，是吧？新的韭菜，然后新的韭菜来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学长姐给他讲，之前这个寝室是封闭的，是因为发生过一些自我了断的案件，对吧？然后就又重新给他们开放了这个宿舍，然后他们去选宿舍的时候又重新的住了进去。喝点水。来，小伙伴们说，鬼叔啊，咱们下一期的充电专属视频什么时候来啊？下一期的充电视频呢是周日晚上的8点吧？对，周日晚上更新。因为这一期的充电会员视频有点长啊，是40分钟出头，然后工作量比较大，然后里边的人物线比较复杂。这故事是很好的一个都市传说，但是它里面的角色太多了，就包括鬼叔在录制的情况下，就感觉我自己都快精神分裂了，不可能1分钟内要扮演5个角色，对吧？喜怒无常，扮演5个不同身份的角色。对，然后他的工作量蛮大的，明天的话就会剪辑出来，明天会更新那一期。赶紧喝点水。哦，弹幕里说鬼叔啊，明天是无限乱斗最后一天，鬼叔快玩吧，皮肤也领了。哦，无限乱斗，我好像那天就是我的高中哥们儿，他现在也在杭州嘛，他拉我俩玩2把，我要被他气死了。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啊，我真的要吐槽他。可能是我选了一个长手啊，或者怎么的，他可能选了一个这个肉坦，反正是我俩一开始第一局我俩是走上路，走上路呢，我们已经能限制住对方上路的2个人，对吧？因为是无限乱斗嘛。然后可能我拿了5个头，他拿了2个头，然后压制了对面的上路。结果他说咱们家这个下路啊打得太菜了，我要去支援。我说你别走呀，我说你去支援了，我这里1打2，对吧？我又是一个小脆皮，打不了。他就没等我同意啊，直接踩那个炮台传送过去，去下路打去了。就下路3个人，结果他们下路3个人打对面2个人，还是被人家像切西瓜一样打得落荒而逃，对吧？连送2波，对面下路更肥了。但是我们原本的有优势的，等于是我们本应该取长补短，哎，不对，本应该我们发挥自己的优势，是吧？结果呢，他自断经脉，自废武功，去了下路帮不成，把上路还葬送了，我被又打成狗。这第1把就这么落幕了，就是被痛打，最后就很快就输了。那无限乱斗的第2把，我俩，他说让我跟他去下路，我说行，我跟你去下路，又是我们打的优势。他说中路又被打穿了，他要去帮中路。我说你又不是打野，我说中路也不是你爹，对不对？他中路是你爹吗？你天天帮人家，然后本身无限乱斗又没有打野，没有打野位，他就要帮中路，结果中路挤了3个人，被人家对面中路2个人又一顿乱锤。我在下路，最后又被击穿了。本来可能是说拿了六个头，对吧？下路是被我压着打，因为他走了，我一个人又扛不住，而且这个的话节奏特别快，无限乱斗。推塔也特别快，根本来不及回城呀什么的。再后来他就说咱们那个继续这个模式挺好玩的。我说玩游戏你要么求胜，你不求赢不求胜，你要不就玩的舒服舒心。但是呢，又因为你这样子乱来，玩又玩不痛快，起码我是不痛快的。那你告诉我，我浪费这时间玩游戏意义在什么？你告诉我。
后来我就说我不玩这个模式了，你看着办，你要不换一个，要不我就下线了。对，所以这个乱斗我基本上线的话，我这几个哥们儿都在，但是我不和他们打这个乱斗了，真的，哎呀，真的很头疼。来，咱们开始今天的第6个章节的校园的故事啊。开始第6个章节，还有弹幕里说鬼说啊，明天我准备去长乐宫吃必胜客，那家必胜客还开着呢，开着就行，开着就行。让我想起了，算了，这个有点感情史，这个就不说了。这高中时候老去那个必胜客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住校嘛，但是我周末回了家，那周日要返校，对吧？周日返校住校，我们有几个玩得好的，可能会约在那里吃一顿或者喝个咖啡什么的。来，开始这个楼主的第6个故事啊。他这个学校的故事真的多呀。这个第6个故事呢，楼主说是关于天花板上的人脸。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粉丝投稿的故事，也是关于上海的一个房间里天花板上出现的人脸。对，应该就是去年或者前年更新的。来，咱们开始他的故事啊。楼主说呢，这是他自己身上的经历啊，到现在他还没弄明白。那是在2002年的暑假，哇，2002年往前推一下已经是22年了。2002年的暑假呢，楼主从原先租住的地方搬到了离学校一河之隔的新公寓里。这个公寓呢，20平的房子，有着大阳台，配备的冰箱家具一应俱全，还有落地的大玻璃窗。这楼下就是花园，环境非常的安静。这个公寓呢也是比较新，楼龄呢也不超过10年。04年暑假，楼主打算回国度假，走之前呢，把屋子里的东西全给收拾起来，打扫干净以后，才放心的锁好房间回国去了。9月初回来的那天呢，小城天气非常的阴沉，期间呢还飘着一些小雨，空了2个多月的房间里呢是有点冷的。把东西稍微的收拾一下，楼主就打算休息了。在把落地窗上悬挂的百叶窗全部放下来以后，屋子里黑的是完全没有光线，隐约的才能看到自己的手，正适合一觉睡到天光渐亮。哥，你要上来干嘛？你要造反啊，小可乐！吓我一跳。躺下不久以后呢，楼主就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楼主突然自己醒了，屋子里依旧是非常的黑，只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来一丝来自对楼里邻居家的微弱灯光。楼主能看向天花板，顿时就惊呆住了。他看到靠近窗户的天花板上有一张人脸，准确的说是一张很大的人脸的形象，而且一看就是一个男性。楼主呢定睛看了大概也就1分钟吧，以为是自己睡昏了眼花，可是那张恐怖的大脸还在那个地方，吓得楼主呢立刻的打开了台灯，屋子瞬间的明亮起来。看了一下表，才是凌晨的4点。定了定神，楼主不停的安慰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个新楼，住了2年了都没什么怪事，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啊。重新关灯，一片黑暗当中呢，楼主看向了天花板，却什么都看不见了。于是呢就翻了一个身，打算继续的睡。可是当楼主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他无意中再次的看向天花板那里的时候，那张怪脸又出现了。这次楼主再也不敢睡了，他打开房间的大灯，一直熬到外面的天光渐亮。这光线透过窗帘射进了房间以后，才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下午起来，楼主赶紧的跑到了住在对岸的好朋友兼大姐的家里，告诉她了这件怪事。这个朋友呢，他是一个相信鬼神的人。楼主他们最后2人分析下来一通啊，结论是
大概是由于是暑假，楼里大部分的学生都走了，这房子太空啊，非常容易招来不干净的东西，而楼主的房间又是面对着花园，太过安静，所以才会有什么游魂进入其中的吧。不过好在最后啊，楼里的人也都回来了，楼主以后也就真的没再见过那张恐怖的怪脸了。好的，那咱们校园怪谈系列楼主的这7个系列的故事啊，就给大家讲完了，讲到这里。和大家说一下楼主的这个大学经历呢，是在天涯论坛投稿当中写的是2002年，那离现在过去了22年，对吧？另外他的投稿时间是2008年，即使按他投稿的日期算，也是属于互联网老人了，对吧？08年。如果按02年，22年前他就在读大学，那他现在的年龄确实应该是50多了，年龄蛮大的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个人还比较倾向于看这种的天涯的老帖子，觉得有一种就当年还是论坛时代的时候，自己刷这个豆瓣啊、猫扑啊，还有天涯论坛，对吧？还有这个百度贴吧，在逛贴吧那种的岁月感，有那种岁月感。好，咱们我看一下，已经到10点26了。咱们不是说今天播1个钟头吗？可以，那我们聊聊天好了，再聊个5毛钱的，聊个10分钟的。猫猫去哪儿了？小可乐。哦，没事了，小可乐去拉屎去了。小可乐拉金克拉，小可乐去我背后去拉金克拉了。弹幕里说可乐是看到了脏东西，扒拉一下，应该能听到他这个刨猫砂的声音吧？他应该是在埋自己的金克拉，限量版新鲜炮制的金克拉。弹幕里说后面好恐怖啊，原来是猫猫。对，后面的是小可乐。另外的小奶茶呢，他在外面玩啊，小奶茶只有吃饭吃东西，或者说到我这个椅子上面挠2下，或者上厕所才会进来。平时他一般是不会主动配合进直播间的，只有小可乐是配合的。咱们今天直播时间是9点半开始的嘛，9点半的时候刚进直播间，小伙伴应该知道啊，他是屁股对着咱们的。然后鬼叔跟大家调完音了，说差不多第一个故事开始了，他又把脸转过来，对吧？然后把这个小脑袋耷拉在这个他的指爪板上，然后开始听故事睡觉的。来，弹幕里还说老人是有说过啊，住过的人的房子不能长期的空着。对，可能是一些民间的比较老的一些说法习俗啊。来刷刷大家的弹幕，和大家聊聊天。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差不多讲完了，然后大家也可以点点赞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故事，忘了和大家要点赞了，大家可以点一点，对，把赞点一点。哇，它这个金克拉的味道有点重啊，直接入侵到我的脑子里了。我的鼻子已经不是自己的鼻子了，已经入侵到我的脑细胞里了，我快不行了，他这个屎是真的臭呀！小可乐的屎是真的臭，我真的受不了了。待会儿下播以后，我要第一时间先把他的屎给他清掉。弹幕里说，臭的我都不能张嘴说话了。弹幕里说鬼叔啊，怎么给你投稿呢？投稿的话可以加鬼叔的个人主页简介，里面有鬼叔的那个绿泡泡的账号，那个绿泡泡呢是鬼叔的个人的账号，对，个人的绿泡泡账号，添加了以后
对吧？可以备注一下 B 站投稿，然后鬼叔就大概是明天给大家统一通过。因为如果太晚了，就比如说今天其实有4位小伙伴 B 站小伙伴在加鬼叔的绿泡泡，我还没通过呢，想的是明天统一通过了和大家发一下投稿要求，然后如果明天大家也都这抽时间写完了给我的话，鬼叔正好能整理好，然后把它放到9月份，把它放到10月份给大家讲。所以大家投稿的话，加鬼叔的个人主页的绿泡泡可以备注一下 B 站投稿，都会给大家通过的，那是我的个人的微信号，我再给念出来，是鬼叔的个人的绿泡泡的账号，就可能平时发些日常，发些照片啊，或者说一些感慨啊，就像那会儿我说的，鬼叔有一颗沧桑的心啊，有一些感触啊、感慨可能想说，但是发到跟前的话，可能又说不出口。然后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更新时间是每周六晚上的9点半，然后起步的话都是1个钟头，因为明天的会员视频呢有40分钟，然后它的录制还有很多后期没有做完，鬼叔今天的话就不能播太久了，今天大概10点35，再聊个2-3分钟，聊个5毛钱的，咱们就今天直播就要结束了。对，大家反正这期间如果边听边睡觉的，差不多是不是应该已经睡着了呀？如果还没睡着的小伙伴，一会儿下播了也可以早早的休息了，今天都周6了。然后鬼叔下播以后呢，会把那个直播预告定好下周6晚上9点半，然后大家在鬼叔的主页刷到了我的这个直播时间的直播预告的话，可以点击一下那个预约。对，如果点了预约的话，基本上到点或者说提前几分钟，这个 B 站会给大家跳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可能9点半下周6这个9点半鬼叔要直播了等等等，有一个提醒，这样的话大家就不容易错过它。来读读最后的弹幕，咱们就睡觉啊。弹幕里说鬼叔啊，今天怎么这么短呢？还有说鬼叔啊，帅哥你是谁？咱们已经是30多岁的人喽，已经青春不在啦。是直播间的这个美颜滤镜啊，它多少会有个初始值。对，虽然鬼叔没有点那些东西啊，但它会给一个初始的磨白。那叫什么磨皮吧？不是磨白，美白磨皮。哇，它这个小可乐这个臭味是真的又弥漫开来了。来看看弹幕，说鬼叔啊，这个中秋播久点呗。哦，大家中秋放假是吧？那鬼叔看一下中秋那天能不能给大家增加一期啊？看能不能增加一期。对，我去看一下具体的时间，如果是可以的话，鬼叔也把那个直播预告也一起发起来，应该是可以啊。然后中秋应该是一个周中的日子，那反正到时候我周六的直播不变，然后中秋那天我可以增加一期给大家，没问题，小意思，没问题。只要大家平时呢给鬼叔的视频多多3连啊，或者说没有硬币了点个赞啊，评论聊一聊，评论区里聊聊天，对吧？如果说正常的1周2-3个视频不够看，然后又正巧刷到了鬼叔的这个充电视频啊，也想过瘾，支持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如果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想开也是可以的，当然不开那就3连啊、点赞、评论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鬼叔呢都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来看一下弹幕里说鬼叔啊，这辈子咱就没遇到啥怪事儿，想投都没得投喽。那确实是啊，没有怪事儿好呀，对吧？如果有怪事儿的话，其实怪事儿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谈资或者一个故事，但是如果是一些不好的事情，任谁都不愿意把它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是吧？来看看咱们的弹幕，还有说 BGM 吓人，这个还是鬼叔用了我们中等偏下的 BGM， 还不是中等偏上的。
咱们这个等级还有中等偏上，还有这个重度偏轻、重度偏中、适中，还有这超级恐怖，还有这么多等级的。但因为要照顾到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啊，对，大家都有一个兼容的一个适当的量，对吧？不能太恐怖，也不能太平淡，所以选了中等偏下的 BGM。好的，好的，那咱们这个罗琦说晚安了啊，对，那咱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正好讲到了晚上的10:35，是吧？然后下期的直播时间呢是下周六晚上的9点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啊。另外的话，中秋节鬼叔给大家增加一期更新，到时候我会发布这个直播预告，大家记得预约一下。看看大家还有啥，把所有的弹幕，最后的所有弹幕给大家过滤过一遍，大家就睡了啊。还有这鬼叔啊，从20年就开始听你的故事了。还有弹幕说，鬼叔啊，看咱们这直播适合睡觉吗？非常适合。还有弹幕说，鬼叔啊，你骂骂我。哥们儿，你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是吗？需要鬼叔骂你？咱们直播间里鬼叔也骂不出口呀，对吧？我看到我都有点小慌。有点小慌呀。弹幕说，你们是把中秋当中元节是吧，各位？还有弹幕说，鬼叔下次可以讲个长故事，咱们时间就拉长了。长故事的话，就是怕中间还有直播间不停有进来的小伙伴，那特别长的故事可能后来小伙伴前情提要都没听到，对吧？就有点尴尬了。好的好的，还有听困了要睡了的小伙伴，那咱们今天晚上大家就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鬼叔再去剪这个充电会员明天更新的视频，还没有做完后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大家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今天有录播吗？这个问题问到我了，要不搞一个录播？我回头看一下，应该是可以啊，搞一个录播应该可以的，我回头看一下。好的好的，那给大家起个头，大家就早点睡觉吧。大家好，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好的，本期结束，下期不见不散。好的好的，弹幕里说，鬼叔啊，你可以私信骂我，别这样啊，你这个癖好让我有点害怕呀。好了，那咱们大家早点休息啊，大家都早点休息啊。以后可以给鬼叔的视频多多点个赞啊，即使没3连，点赞也是爱，是吧？这个如果是条件允许啊，充这个视频会员啊等等各种形式的支持，鬼叔都会记在心里啊，是一样的。行，大家早点休息，我也睡了。这个小可乐都不知道去哪儿睡觉去了。好的好的，各位晚安，大家晚安了，拜拜。大家早点休息啊，拜拜，睡觉喽。晚安喽，拜拜。我看一下这个关播在哪里，然后录播的视频我去找一下，看看能不能传。好的，大家早点休息啊，晚安。还有问鬼叔多大的？鬼叔已经30多了。人到30已是中年。好的，拜拜各位，睡喽，下周见。